为什么我们这个行业还不断的需要有新的这个创始人来做攻略呢？你觉得有必要吗？我觉得每2到3年会有一个技术创新，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的。Meme 这个事情在你们的预期中吗？还是说它也是这个周期对 Solana 自己的一个惊喜呢？都是 bottoms up， 完全不是我们鼓励的。从现在往后，算不算是一个胜负已分的这么一个阶段？还是说这个新的机会依然会给新人以机会呢？会不断的有新的机会。2024年稳定币的这个交易量差不多已经是 Visa 的这个2倍了。你觉得未来 Solana 希望能够承担多大的这个发行量？或是30天 ，Solana velocity of money 是以太坊每年10倍。大家好，我是 Bill， 欢迎来到 Build It Up。我们是全球首个连接东方与西方、科技与人文、人工智能与 Web3 的跨界沟通平台。点击订阅，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对话。今天的嘉宾是 Lily 刘，他是 Solana 基金会的主席，一直在推动 Solana 生态系统在全球的发展。Lily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Lily 啊，今天有时间参加我们的这个 podcast， 我理解也是 Lily 第一次说华语的这个视频的 podcast。我们知道你其实是在中国上海第一次接触比特币，然后呢，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你也把自己这个描述为是 Bitcoiner， 对吧？就这个是怎么理解的？能跟我描述一下这段经历，然后包括就是为什么你会称自己是 Bitcoiner 呢？是，而我在上海13年，我跟 Bobby Lee 是校友，所以我们在上海认识了一段时间。他有一天我还记得，应该是13年8月，他开始跟我聊 Bitcoin， 第一次。我说这个 Bitcoin 可能是一个 scam， 应该是洗钱 ，OK， 洗钱的一个技术。那时候你在 KKR 还是在没有，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在做私立医院，做了3年之后，感觉非常累。我一直想，其实我个人的一个兴趣不在这个行业里，所以我一直想，我应该是做这个有创新的一个内容。OK， 所以我跟 Bobby 开始，我们以前一起什么打 poker 啊，然后开始听到有 Bitcoin 那这个是我第一次遇到区块链，就是我们都遇到过这种区块链，它一发现之后是有点像一个宗教，一发现这个比特币之后，就是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变成只有比特币。所以你一开始就非常的认可，还是说你一开始觉得这东西就是个 scam？我头几个月认为这个肯定是一个 scam， 当时这个也是第一次比特币从多少涨到1300块钱，那开始在媒体上就说这个比特币是什么，然后开始有一点媒体的一个声音之后，就是说 OK， 我最起码去看这个白皮书，看了白皮书之后，我记得我看了。大概我翻了大概10次，我说这个具体在说什么，不是非常理解，因为我不是工程师，但是我看了之后，我就说这个肯定不是一个 scam，这个肯定有就是真正的一个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理念。那个之后就变成我自己的一个 conversion moment，那我从一个 skeptic 也变成一个like a disciple。是，然后后来其实你就 all in 全职加入了这个 crypto。那今天的话，你还会觉得自己是 Bitcoiner 吗？因为本身你也是 Solana 的这个 president， 你怎么定义自己是 Bitcoiner？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整个行业，我觉得未来就是 Bitcoin 跟 Solana 作为领导，其实他们是搭配的那首先 Bitcoin 是第一个。是唯一一个可以做成这个 store of value 和就是 digital gold 的一个角色。我记得早期的时候，大概从13年到15到16年，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首先是非常小的一个行业，当时在一直讨论这个区块链它的一个用途是什么，它的一个目的是什么。那主要有3种这个区块链的一个目的，那一个就是说是 store of value sound money digital gold。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一个技术平台。那这个技术平台用来做就是去中心化的一些应用，在传统的这个互联网上是做不了的。
那就是说这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技术和一个网络是可以支持去中心化的一些应用。最后一个是说这个是 medium of exchange，那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精准的一个技术和平台。这样的话，你可以结合所有互联网的一些用户，不只是他们的 attention， 那现在可以结合他们所有的一个流量。第一个是 story value， 第二个是 technology platform， 然后第三个是说这个 medium of exchange and global liquidity，right？ 当时13、14年是没有太多其他的一些技术，这个是 Ethereum 之前，所以也没有任何一个智能合约的一个选择。那么我就觉得比特币有这个比特币的一个技术，也有这个比特币的 movement，right？ 这个比特币的一个 movement 就是这个整个 why blockchain matters。OK， 所以比特币选择做这个 story value and digital gold， 那就是说之后所有其他的一些区块链在竞争谁能作为这个技术平台，然后谁能成为这个 medium exchange like the global liquidity platform。所以我觉得 Solana 是在后面技术平台和这个货币媒介，对吧？对，货币媒介，这个是 Solana 的一个领域，因为比特币选择不做这些，所以其实我觉得比特币的一个生活最简单。是的，对 ，simplest， 非常的极简。simplest 是，那我们所有其他的链都是。我英文有时候就是开玩笑，我们是 mere mortals，right？ 所以就是比特币是就是 like the emperor, the king， right？ 然后我们其他的都是一般的人，也有就是比较难的一个路要走，因为你如果成为一个技术平台，那你要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要开发，然后不断的有这个压力。那比特币就不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因为它走的这个方向就是说 store value， 那它这个稳定和它不变，就是其实是它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 feature 之一。对，我还记得就是我们16、17年就是有这个 block size debate 的时候，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 debate。有一方面，所有这些硅谷是技术人。他们都认为这个软件应该是一个技术平台，因为从他们的观点来说，作为技术人，作为硅谷的一些就是做 technology innovation 这些创业者，他们都认为，当然什么都是一个技术平台。你必须要有用，对吧？必须要有用。那你怎么可以有一个技术平台，它没有一个 roadmap 不变？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平台？他们就想不了，这个是一个选择。另外一方就是说，其实这应该是 sound money。那 sound money 如果是钱的话，那稳定是重要的一个 feature。OK， 所以这个就是16、17年的一个 block size 讨论的很多，但是这个是我认为是核心的一个可能配不上的一个观点。OK， 所以这是比特币走了，当然我们都知道比特币走的哪个方向。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插一句，我感觉就是 Satoshi 他可能自己是不是也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最后大家就把它当做是一个 store of value， 毕竟这个白皮书本身他也想让自己有用嘛。这个白皮书写的是 peer to peer， 对吧？我其实是想把自己当做是一个 money 的。我相信09年到现在应该有很多事情发生 ，Satoshi 是遇不到的。他这个白皮书上写的是 peer to 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没有写 digital gold。对的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又是分 Bitcoin 的 movement and Bitcoin 的 protocol。Bitcoin 比较有更大的一个愿景。我这从一开始认为 ，OK， 谁能做到这个所谓的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谁能做到这个 programmable money？所有在互联网上可以用互联网的一些人，现在应该是55亿。一上互联网，就是这个概念说 ，if you have an internet connection, you have a bank account。哪个平台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愿景？所以我为什么21年就开始用 Solana 的时候，我就说，我用起来，首先这个体验是非常好，你按任何一个就发生，就发生。那我21年的时候发现 Solana，其实我已经习惯了很长时间。Bitcoin 你按的话，那你就有30到60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去做午饭吃。对。那这样的一个体验是跟一般互联网是竞争不了的。那一般的人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 user experience，right？
所以我当时21年就开始对 Solana 比较有兴趣，因为我觉得这个又是真正的一个去中心化，又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后来你选择加入了 Solana 的这个团队。就我原来就是说，我就加入一下这个 community， 然后支持一下这个 community。我认识 Solana， 我之前都是就是那个时候都是老朋友了，整个都是老朋友，都是很小的一个 community。所以说好，我就去贡献一下。那一个就是从一点点贡献，就是一直在增大。那现在就变成。我这个是我现在对 Solana 生态的一种贡献。是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很好奇一个点，因为其实你也是从整个的这个就是 Web1 到 Web2 见证了整个互联网的这个发展嘛。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这个 operating system 的话，这个其实全球也就只有2个 operating system， 就 Android 和这个 iOS。当然 Android 上面我们理解又会有2层的网络，对吧？比如说小米啊，这个三星啊，其实最后都是在 Android 上面有一个自己的这个 OS。但是好像就是说，当我们聊到 Layer 1， 对吧？1层网络的时候，好像这个竞争呢就已经有快10年的这个时间了。但是呢，依然还会有新的这个创始人说出来，我要做一个 operating system。你觉得就是说，从这个市场竞争的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我们这个行业还不断的需要有新的这个创始人来做公链呢？你觉得有必要吗？还是说建议大家就转行做点别的就好了？这个未来基本上就是 Solana 和另外几个第2名、第3名的这个世界。我觉得每2到3年会有一个新一代的 L1 技术创新。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不认为这个技术创新如果有真正的这一种文化，应该持续会有人觉得就是我这一点可以做得更好，那我这一点有新的一些技术，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一个 innovation culture 这个是应该发生的。那区块链我觉得和可能 Web1 和 Web2 的一个区别在于，你如果看这个 launch token 的 EV，right， 这个 launch token 的 EV 非常非常高，有很多人就认为 OK， 我如果花1年到2年的时间做这个新的 consensus mechanism， 我这个 the cost of development 这个开发的一个成本时间和就是融的钱和我有可能可以达到的一个效果，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 EV。你觉得还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事情，对吧？所以就是大家就都愿意去尝试，都想发自己的币，做自己的链。对，然后我觉得每几年可能每一代，如果你看每一轮，如果是说3到4年吧。从技术这个角度来看，每一轮大概会有2到3个比较成功的，就是完全新的 L1。我觉得一个就是链的 ecosystem 有3部分，有这个区块链，这个区块链就是本身的这个 open source 有 GitHub repo，这是最底层。最底层，然后第2层就是这个应用和这个技术平台，那这个就包括开发者的一个社区，很多这个like product primitives、application frameworks，right， 这个技术平台。那第3层就是这个经济，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文化，就是有点像一个城市。那什么成为什么像纽约或者香港这样的一个城市它就是一个文化，也是一个经济。最上面的是比较是这个 business 和 commercial 人有关的一层。那当然最底层这个技术就是这个 code base，the literal blockchain network。你如果就是整个生态成功的话，那你每一层都需要就是有自己的一个 network effect， 每一层也需要成功，每一层也需要赚钱。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提到新的 L1 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主要在关注它这个底层的技术，但你如果真正要成功的话，你3层都需要掌握。当然把这个技术做出来已经非常难，做出来技术其实只是第一步。我认为做出这个技术也有可能是最容易的一步。这个怎么衡量呢？你如果看17、18年，我们现在已经有就是从 ICO 的时间到现在开始，就是有一个新的这个 L1 Solana 就是其中是一个。从18年到现在7年，有多少个新的 L1 architecture？有不少，大概最起码10来个。那也有很多就是没有成功，没有现在我们都忘了。像我记得已经有这个什么 Thunder Protocol，也有 EOS，也有就是
最起码有10个，也甚至对2到30个。而且大家创业都希望做 L1，因为觉得 L1 的这个就是 market cap multiple 更高，对吧？是，这个 EV 最高。你花同样的一个时间，那你如果做一个 L2，你只是这个 L1 的一部分的蛋糕，你如果真正可以作为这个 L1，那你达到一个什么1个 billion 的一个估值还是比较有可能。17到18年到现在，我不知道是10、20还是3个不同的一些L1 这试了一个 go to market， 但是这个 developer ecosystem 现在有几个是真正有规模的 developer ecosystem， 那只有2个，那当然 EVM 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 SVM。那就是说做这个技术不是很多人是可以做，但是最起码有20到30个团队是可以做到的。那有多少个这个 developer ecosystem？ 只有2个。这个时间可以做20来个 L1， 但是只能做一个有规模性的开发者社区，哪个比较困难做？对，然后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技术最后还是有一部分人能够学会的，对吧？能够做的，但是呢，最后其实你还是需要去做出一个有网络效应的这么一个生态。然后呢，谁能做出这个网络效应？其实今天沉淀下来，也就只有这个Solana 生态的这个 SVM 和这个 Ethereum 的这个 EVM。是。我的一个观察是，这个过程其实还挺久的。不像就是说这个在移动互联网的话，其实 Android 和这个 iOS 的话，差不多到2010年，这个后面就没有人再尝试去挑战他们2家了。包括这个比如说像 BlackBerry 啊，或者是 Nokia 的这个塞班啊，或者是 Samsung 的这个系统，基本上大家就全部都停了。我记得我2010年那个时候，这个买手机买的诺基亚的这个手机，到下半年发现很多的这个开发者都不会再去开发这个塞班的这个系统了。但是呢，好像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呢，从这个比如说 ICO 到现在，不断的就会有人出来挑战。那你觉得就是说，从现在往后，算不算是一个胜负已分的这么一个阶段？未来可能大家就主要是在这个 SVM 和这个 EVM， 还是说这个新的机会依然会给新人以机会呢？我觉得会不断的有新的机会，因为你若对比区块链的一个技术平台和一个苹果和 Android 的一个技术平台，这个主要的一个区别在于，我们这边的技术它本身就是一个币，或者说你本身做出这个网络，它已经带了这个就是有金融的一个形式。它有资产金融属性。是，那我们都知道，区块链从一开始到现在，交易是最主要的一个用途。虽然这个 L1 它如果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技术，它有时候如果只是一个币，还是有一个市场。明白，所以你是觉得永远都会给新人以机会，对吧？它不会像这个，比如说 cloud 这个市场，或者是移动互联网的operating system 这个市场就那么的集中。不会，因为这个区块链它这同时是不同的一些东西，它同时又是技术，它同时又是币，它同时又是一个开发者的一个社区。像 Android 和 iOS 它只是一个技术平台，那我们这个区块链它同时就是有不同的一些like sub ecosystem 都同时存在。那这个区块链是我们最近在 Solana 生态里讨论了很长时间，这个SIMD 228的一个 monetary policy， 谈这个228的一个群体是开发者，他们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网络的安全性怎么作为一个最高效的一个 like inflation budget。OK， 这个是他们的观点，是对的。但是有另外一方面是比较关注经济和金融，从他们那个角度来看，这个资产的一个 capital market， 那什么就是 inflation 变成这个资产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资产。这个就又提醒我，这个区块链是它同时有不同的一些就是 like constituencies， right？ 他们都在聊一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有的人只是技术人员，有的人只是这些投资人，他们还是同一个 code base， 但他们的观点完全不一样。
是的，我理解，就是你刚刚说这个点的话，就是228提案的话，有资本的人他们反对，是因为他们从资本的角度，但是呢，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开发者，他们反对，他们的这个逻辑又不一样。虽然就是大家的这个投票的这个方向一样，但是两边的这个观点其实是动机是不同的，是吗？动机和他们的考虑和他们的利益不一样，他们这本身的一个观点不一样。因为如果是一个开发者，你的角度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例会说 ，OK， 我当然认为network security 就是我们应该有最高效的方式来付这个 network security。OK，一个开发者的一个想法就是认为 ，OK， 一个 dynamic market 比一个 fixed market 当然比较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dynamic market 来做一个 resource allocation 一般的话会比较高效，投资人他们会看到这个 inflation rate 稳定就好，因为稳定我就知道我每年可以得到5%，我就知道怎么 price 这个5%。那从一个投资人的一个角度看，是固定的一个5%和是一个大概会达到5%是两种产品。这个是说，这个 inflation policy 就是不同，这个整个生态上就是有不同的一些like sub communities， 那他们看同样的问题的一个观点就是不一样。是的，除了这个社区的这个对于Solana 的这个观点不一样，我理解其实很多时候创新到底是这个 top down 的，比如说是从这个 foundation 希望能够有一些这个方向上去鼓励大家创新，还是说这个 bottom up 突然这个比如说 meme 起来了，这个有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多元化。我想聊一聊，就是说 meme 这个事情在你们的预期中吗？还是说它也是这个周期对 Solana 自己的一个惊喜呢？不是我们的想法，它肯定是非常自下而上的。是都是 bottoms up， 完全不是我们鼓励的。但炒 meme 最终为什么大家选了 Solana 呢？对，就这里面你觉得背后这个 foundation 做对的是哪些事情呢？一个是可以使用，有高性能，每天可以发5万个币，你一定要有一个高性能的一个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Solana 有文化，有文化，有人觉得这是很酷。从21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注重这个文化。因为我们的观点是说，你这个 Solana 任何一个区块链的生态，你一方面是技术，另外一方面是有点像 like online community，like online city，好像是在盖一个新的城市。为什么很多这些完全新建的城市，它感觉到没有这个核心，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没有这个什么真实的一个 character，right？ 因为就是需要文化，不只是一个经济，但是你成为一个城市，你需要 culture，you have to have culture，and you have to have an economy。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可这一点，我们不认为我们只是在做一个 online community，OK？我们都认为我们在这成为一个 like a network state。如果采取我们好朋友 Balaji 的一个词，我这个是应该是一个 network state， 这个不只是一个 like a online community online discussion forum。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文化就 Solana 的这个文化很强，很有吸引力，它是今天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形成的过程，你觉得是一种非常自上而下的一个根源，还是它也有很多这个 bottom up 的自然的这种形成呢？我觉得主要是 bottoms up。主要是 bottom up， 那就其他的这个 chain 的 founder 就会觉得非常的绝望了，就是你 bottom up 那就靠运气了，那就是 Solana 命好，对吧？那这如果是 top down 的话，就说明我这个事情我也可以学习，对吧？就其他的链我也可以能够去学习怎么做一个文化。我觉得这个在普通的生活上也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只有几个城市，像纽约、像香港、像上海、像巴黎、一个伦敦，一级城市只有几个？为什么有很多人要做一个新的城市？像在巴西做了 Brasilia， 在澳大利亚做了 Canberra， 但是 Canberra 永远不属于 Sydney， 巴西的 Brasilia 永远不属于一个 Sao Paulo 或者一个 Rio。为什么呢？是，就是
没有这个历史，没有这个文化，也没有这个自然的一个经济合起来。是，所以你感觉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自上而下，很多人都会去努力，但是呢，有一种自下而上，它就创业本身它就是有一些偶然性，对吗？是有一些城市它可能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一个超级大城市，但你单独设计一个，可能还未必能够成。我们如果想这过去50到100年有多少有这些新的城市真正变成这个国际级别的一个城市，没有多少。我觉得最成功的应该是深圳。而大多数的城市，我感觉就是说，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里面，其实如果你的这个地理位置或者是历史本身就注定你是个大城市，那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里面，可能它都会维持一个大城市的地位。比如说这个纽约或者是上海，上海可能是一个挺好的例子，因为它也经历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周期嘛，但可能一直到今年，它依然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城市。我是觉得做出来是有可能的，但是做出来非常困难，也不只是靠这个硬件。那我觉得我们区块链一般来说都是关注这个技术，如果没有技术，那就没有技术平台，就没有开发者社区，就没有任何应用是可以用。这个硬件和这个技术只是一个开始，真正建出来这样的一个生态，我觉得更是靠这个软件和这个文化。那你觉得就是在 Solana 的这个最初期的前面几年的话，它更像是纽约、上海，就地理位置，它自己的这个 DNA 就决定了，就它会有很好的文化，还是说它更像深圳，它作为一个创业的这个企业，但在这个过程中，它自己自上而下的这个去发起了很多文化的形成，或者说这是个 mix， 是一个混合，你是怎么看呢？其实我认为这个本身的 DNA 还是靠创始人。因为你的 DNA 是看你的创始人会吸引第一批人，那这个第一批人会吸引第二批人，所以其实这个 DNA 就是创始人的一个 DNA。明白。还有一个问题，也是 Solana 其实过去1-2年特别重视的，就是这个 PayFi。那我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Stablecoin 其实到今天已经有2000多亿美元的市值了。Stablecoin 其实从差不多就是 ICO 那段时间吧，其实到现在已经很久了。那为什么你会觉得，比如说或者大家都会觉得 PayFi 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呢？难道不应该是一个10几年的一个老方向，继续增长就好了吗？其实我觉得到现在一直不存在，它是原来的一个愿景，这还是回到我们比特币白皮书上写的是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我看到那个句子的时候，我的印象是说，其实这个区块链应该是在支持一个支付的一个能力它不应该只是什么炒 meme coin 厉害的炒币的一个平台，它应该可以支持支付。那到现在为什么没有发生？我认为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生态是可以符合有3大的一个条件，一个是高性能。如果不是一个高性能链，你这个支付体验是达不到最起码 PayPal， 最起码 Venmo， 最起码就是微信支付这些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 user experience， 这个是第一，所以要有高性能。第二个是说必须有一个开发者社区，因为这个就是创新都应该是这个 bottoms up 的一个创新。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开发者的一个社区，那你这个 open source 的一个软件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价值。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说有一个开发者的一个社区是非常困难，需要时间才有可能可以成功的一点。然后第三个是说必须有这个稳定币的一个流量，因为我们不管多喜欢比特币和这个 sound money 的一个概念，但是一般每天支付和买的一些 goods and services 都是以一方面的一个稳定币来作为这个价格的一个 basis， right？ 总结一点说，需要有这个高性的一个技术，开发者社区，还要有稳定币的一个流量。那每一点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一定的规模，也需要是都在一个地方实现，才能做出一个就是 payments ecosystem。 我如果周围看的话，只有一个生态，3个这个条件都可以符合，就是 Solana 所以我认为的话，为什么到现在才有可能可以提到 PayFi， 就是因为到现在没有像 Solana 这样的一个生态可以符合3个标准。
明白，所以就是从你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过去一年，比如说稳定币全球已经有$2000亿，200 billion circulation，然后呢，差不多是这个35万亿的这个 volume，这些其实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对吧？就是你会觉得，就是未来其实要比现在这个发展状况，它的这个规模要更上一个量级。那你觉得这个量级要上到多大呢？因为其实，比如说去年的话，这个2024年稳定币的这个交易量差不多已经是 Visa 的这个2倍了。你觉得未来 Solana 希望能够承担多大的这个发行量，或者多大的这个交易量？我们认为 Solana 应该是稳定币在任何一个数据上应该是排名第一。我们这个行业通常会看 TVL， 但我觉得 TVL 只是一种数据，我们也应该看这个流量。这个 transaction volume， 因为如果再提到的一个 payments ecosystem， 那当然这你怎么衡量就是有没有 payments volume， 那就要看 payments volume， 不能只看这个 TVL， 所以我觉得两边都应该看。那你如果看这个 velocity of money， 在过去30天 Solana 的 velocity of money 是以太坊 mainnet 10倍。所以我相信我们在 transaction volume 这一方面，我看到的数据，我们任何一个时间段上是或者是1或者是2。我明白你的意思。那这个 TVL 也需要时间，要提高这个 TVL。但是你如果看这个对比这个 TVL， 我们现在就是看 DeFi 的时候，通常是看 OK， 我们 North Star Metric 都是 TVL， 谁的 TVL 排在第1、第2、第3，然后这个就变成我们这个整个 DeFi 的一个 League Table，right？ 你看所有的网站都是这样。都是注重 TVL， 我不认为这个是很全的一个数据。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些节点怎么赚钱，他们需要这个 transaction volume，right？ 你看他们得到的一个收入，一个是 inflation， 然后另外一个是从 MEV 是靠着这个有交易量，是特别一种交易量，但是最起码需要有这个交易量。那第三个就是这个 priority fee 也是靠交易量。那就是说你如果有 TVL，有可能那个 TVL 只是坐在那儿，他没有真正在用这个 TVL。那这样的话，你这个 DeFi 平台，那这个不是 DeFi， 这个应该就变成 decentralized savings， 银行对吧？或者是对的，是的，是的，是的。D-Bank，right？ 它不是 DeFi， 所以首先这个交易量对最底层的一个技术节点才能赚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3层每一层都需要赚钱。那提到这个 application layer， 他们也是靠这个交易量才能赚钱，因为它一般是收什么 swap fees 还是 transaction fees， 这个应用才能赚钱。那如果从一个投资者的一个角度，或者是从一个创业者的一个角度来判断的话，我如果有同样的一个 TVL， 这个平台有1 billion TVL 可以赚$20 million， 或者另外一个平台是10个 billion TVL 才能赚到$20 million， 因为哪个是比较好的一个产品？但是你如果只看 TVL， 其实你会得到相反的一个结论，是说当然这个10 billion 的一个 TVL 是更好的一个产品。其实这个平台、这个应用、这个 DeFi platform， 你1个 billion TVL 是可以赚到同样的一个钱，是更有效的一个产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采用的一些数据其实是相反的。是的，对这个观点我特别同意。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济学上，这个 GDP 等于 money supply 乘以这个 velocity 嘛，就货币流通的速度。其实李李你刚才分享的就是说，你看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经济体，不能只看这个有多少 TVL， 对吧？就是这个货币流通的速度其实是代表整个 GDP 的这个运营效率的。就这是我想到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相当于说，如果我们今天都看 TVL 的话，就相当于说大家都在做 D-Bank， 对吧？做一个银行。但其实就是到最后，你要做一个伟大的一个 fintech 创新的话，应该是一个，比如说你怎么样去跟这个 PayPal 去对比，对吧？去跟 Visa 对比。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不能是大家互相去比自己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有多大，而应该是说到最后 transaction 有多大，这个才是最后的这个 financial inclusion， 金融普惠了。是的，也就是这个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是的，对，就是 Satoshi 最后。这个没有实现的这部分愿景，就是需要这个 Layer 1，对吧？ Solana 去实现，而 Satoshi 自己的东西最后就做个黄金就可以了。
有可能，也有很多人在看这个 Lightning Network、Bitcoin L2s，希望是未来比特币也可以就是符合这个完整的从黄金到支付这个完整的一个 financial product kind of spectrum。这个如果发生的话，大概不会在25年发生，也有可能不是26年发生。有可能还要10到20年时间才有可能实现。但是比特币它现在的一个走的方向是说 never sell your Bitcoin， 然后就是过去15年，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人用了比特币来买东西都后悔。对，那个东西都会变得巨贵无比。对，巨贵。像这个什么1万 Bitcoin 的一个 pizza。对对对，最好的一个笑话。那这样的话，你如果就是一方面说这个资产永远不卖，那这个也要变成一个买卖的一个工具，那这个两个概念是配不上的，是吧？对对对对，它有一个悖论在里面。是的，对。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咱们这次主要是面向全球的这个华人的观众。丽丽，其实你的这个经历的话，你一直读的是所有人眼中的好学校，做的也是所有人眼中的好工作，对吧？这个从斯坦福、哈佛，后来去了麦肯锡，又去了 KKR， 然后又来到这个中国创业。那后来呢？但是你又非常的这个就是前卫的加入了 crypto。就对于今天刚刚毕业的这些这个，比如说00后，对吧？20多岁的这些毕业生或者年轻人，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这个求学或者工作的建议呢？好好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习不只是看成绩，学习其实是一个 develop your like work and professional habit， 是你做事一个方式。但好成绩背后代表了一个人很强的 fundamental。对的 ，fundamental 这是一个 like a work ethic， 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可以持续的一个能力。之后你就应该 you should always be authentic to yourself and try to create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around you。做自己。做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还是从一个虽然我在美国长大，但是我还是中国家庭，也有华人的一些价值观，好好学习要找好的稳定的工作。对对对对，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呢，就是说你出生在一个美国的这个华人家庭，其实你本身也有很多亚洲的这个文化传统。那这里面就是说，你刚开始好好学习，找很好的工作，我理解这些其实都是这个爸妈们都愿意看到的。但直到你有一天突然你可能想承担一些风险，对吧？加入 crypto， 在那个过程中，就那个时候的年轻的你有受到这个家里面的压力吗？没有受到家里面的压力，因为我提前已经就是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应该做的事情，把该做的作业都交掉了，对吧？对对对，已经做了将近10年，所以我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太多真正的一个风险，是吗？其他的一些是跟职业没有关的，像要结婚、要生小孩，所以其他的应该做到的做到了。所以我唯一一个东西就是说，我这个选的工作是有点奇怪。Take risk。对的 ，Yeah， 做自己。你做的这个自己，跟你当年在麦肯锡和 KKR 的那些 peers 应该就很不一样了，对吧？这个某种意义上，你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有很多年，这大概从13年到其实至少21年，我所有以前的一些同事，他们都看到这 Lily 在做这个区块链，他。I hope she's okay. No comments. No comment. I should be. 是有点意外的一个选择。那一直到19年还是这样的一个现象，20年、21年那最近就是比较少了是的。大概有10年时间，10年后。对，这10年其实你都是一个 contrarian， 对吧？直到最后发现，那些原来在 traditional finance 的朋友发现，哇，原来 Lily 13年的时候那个选择那么的有远见。是，然后另外一个是说，我觉得做自己，然后这找方式可以给你这周围的一个生态做一些贡献。第三个是说，不要怕抓紧这些 contrarian views，right？contrarian to be a contrarian，consistent be a contrarian is difficult。因为这个人的一个 human nature 就是说要跟这个 median 在一起，因为这样就是安全
但我觉得是所有的创新，它都是在这个it's like all on the tails，right？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crypto 里面都开玩笑，这个是 left curve、right curve 和 mid curve， 然后我们都怕就是坐在 mid curve，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行业本身就是很多这些 contrarian 的一个思想，那就是说不要怕在这个 contrarian to have contrarian views。对 ，OK， 所以刚刚丽丽分享几点，第一点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后第二点是做自己，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不要害怕成为少数派，对吧？这个最后是为人民服务。好的，谢谢丽丽今天这个精彩的分享，也非常感谢你的时间。好，下次再聊。好，拜拜。今天的 Build It Up 就到这里，感谢丽丽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陪伴。如果你对本期内容感兴趣，欢迎点赞、订阅，和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的前沿话题。我是 Bill， 我们下期再见。